可现在不是为这种事高兴的时候。魏无羡扶着蓝忘机，试着往旁边挪动一步，但对方纹丝不动。魏无羡心里暗暗叫苦，他动作不敢太大，而且蓝忘机整个头的重量都压在他肩膀，他根本使不上劲。魏无羡看了看四周，暂时还没人注意到这边，好在他们离门口近，他迅速伸出双臂环住蓝忘机的腰身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拖着蓝忘机往厚重的窗帘后撤退一大步。魏无羡比蓝忘机矮一截，拖着对方的脚步踉跄了一下。蓝忘机本来是脑袋枕着魏无羡的肩膀，这一拖直接整个上半身都扑在魏无羡身上。魏无羡像是被蓝忘机抱在怀里一般，被突如其来的力量箍得喘不过气。他本能想把蓝忘机推开，但立马意识到自家副总醉酒睡着了，一推不推的手犹豫半晌，战战兢兢反抱住了蓝忘机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魏无羡带着哭腔小声祈求道，准备不管怎样也要把蓝忘机拖到车上。蓝副总，您在那边吗？房间另一头传来一个声音。魏无羡侧过脸一看，是金家出了名的寄生虫金子勋。糟糕，这人出了名的厚颜无耻又难缠。魏无羡又急又气，刚刚转了一大圈也不见这人过来招呼，偏偏不方便的时候就凑过来，真是讨人嫌。蓝副总。金子勋端着酒杯缓缓靠近，想要跨到窗帘这边一探究竟。魏无羡心道不妙，但也无计可施，他闭上眼睛不想去面对，只希望金子勋不要误会蓝副总什么，别出去乱说影响蓝副总形象才好。忽然魏无羡肩上一轻，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蓝忘机醒了过来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站在魏无羡面前，嘴唇微抿，面色冷淡。要说和平时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他的眼睛直直看着魏无羡。蓝副总，听说你要走了。金子勋走了过来，似乎没有发现蓝忘机有醉酒。蓝忘机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站着，看向魏无羡。蓝副总他……魏无羡见蓝忘机不吭声，只好帮忙解释。谁问你话了？秘书不要随便插嘴。金子勋翻了个白眼，又殷勤地看向蓝忘机，对吧？蓝副总。魏婴。蓝忘机仍旧无视金子勋，仿佛身边压根没这个人。我们回家。哦，好。魏无羡偷偷瞥了一眼金子勋，发现那人气的七窍生烟。听到魏无羡的回答，蓝忘机竟直拉着魏无羡的胳膊就往外走。喂，蓝副总，你这也太没礼貌了吧？我在跟你说话呀，你也不看这是谁家举办的宴会啊？金子勋气不过，追上来拦住蓝忘机，试图理论。都说蓝家人懂礼节，有教养，原来只是徒有虚名。蓝忘机好像这时才看清眼前还有这么个人，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，转过头问魏无羡：魏婴，他刚才凶你？啊？是啊。魏无羡语气结巴，完全搞不清楚蓝副总到底要干嘛。什么意思？金子勋也被这阵事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凶你个秘书怎么了？金子勋话音刚落，蓝忘机做出了他这前半辈子最不礼貌的动作，他抬腿将金子勋踹下了台阶。蓝副总。魏无羡看到金子勋惨叫着滚了下去，想追着去查看情况，却又被蓝忘机一把拉住。魏婴，我们回家。蓝忘机执拗地拽住魏无羡，不肯放他离开。惨了！魏无羡欲哭无泪，听金子勋的声音估计伤得不轻，这还是金家的地盘，出了这茬，金家肯定会有意见。蓝副总的形象没了，蓝老头不找我算账啊！回家路上，魏无羡鼓起勇气给同样参加宴会的蓝曦臣打了电话。无羡，没事，金子勋只是皮外伤外加轻微脑震荡，云深医院会好好治他的。什么？哦，忘机啊。放心，没关系的，我和阿瑶关系很好。谁？哦，金子勋，他不会有意见的，刚提醒过他了，他是自己踩空台阶跌下去的。呵，挂断电话。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他看向窗外，街市如昼，璀璨的灯光映照在瞳孔里，有一种暂时脱离现实的感觉。除了窗外，他还能清晰感受到另一束不容忽视的光。魏无羡微微转头，果然，蓝忘机目光如炬，一直盯着他看。现在魏无羡能确定一件事了，他家蓝副总还醉着。魏秘书，要送你回家吗？
回到蓝忘机别墅后，司机伸出头问道。蓝忘机一路无言，跟平常没什么区别，司机也没发觉蓝副总喝醉了。不用，我还有些事。魏无羡不放心把醉酒的蓝忘机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而且那人一下车就从司机看不到的角度死死拽着魏无羡。好，那明天见。看到车子消失在夜色中，魏无羡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家里没有别的人，现在只需要把蓝副总哄上床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蓝副总，我们到家了。魏无羡动了动胳膊，想带他进屋。我们？蓝忘机重复道。对呀，你、我们。魏无羡忽然觉得蓝副总大概是介意秘书大晚上留在自己家，没事，我等下会回去的。蓝忘机一听，顿时目光一冷，把魏无羡拽得更紧了。不许回去！魏无羡吓得不轻，他在工作上再怎么犯错，也没见蓝忘机这样不满过。